男青年说他已经占了好朋友女朋友的便宜。燕霞她是自愿的，我们早就给你戴上绿帽子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这个蠢货。不可能，你胡说八道。砰！张二龙拧眉瞪眼，抡圆了胳膊，一拳打在了龚米天的鼻梁上。龚米天哎呀一声，捂着冒血的鼻子扭头就跑，边跑还边喊呢：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胡艳霞就是自愿的，不信你自个儿问去呀。张二龙追了几步停下了。莫非龚米天说的真是真的？不可能，我和艳霞感情这么好，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的。不对，也不一定呀，有好几次约着出来玩，艳霞都说没空。是不是因为我脾气不好，她一时生气，让龚米天钻了空子？哎呀，张二龙左思右想，越想越烦乱，这心头上就像是长了草一样。不行，我还是得找艳霞当面问个清楚。他抬腕看表，时间是晚上8点05分。这个时间胡艳霞应该是在跳舞锻炼身体呢。时间不大，张二龙就在休闲广场上找到了胡艳霞。只见胡艳霞活力四射，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正在人群的第一排随着音乐舞动身姿。小霞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？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问你。胡艳霞摆了摆手，示意让张二龙在边上等一下。一曲音乐结束，胡艳霞跑到张二龙身边。二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最讨厌看跳舞了吗？哦，刚才你是说有事儿是吧？什么事儿啊？张二龙把手一伸，手机给我看看。看我手机干嘛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呀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看看你的手机。为什么？你大晚上的跑过来就是为了看我手机吗？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张二龙心想，哈哈，果然你心里有鬼，看个手机都不让，怕是肯定有秘密呀。他正在这琢磨呢。胡艳霞把手机递过来了。因为音乐声再次响起，胡艳霞不想多耽误功夫，将手机塞给张二龙之后，扭身跑进人群，又舞动了起来。张二龙这一看手机可不要紧，发现胡艳霞的聊天工具里好友当中果然有龚米天，而且龚米天还都是发了一些个调侃的信息。看着看着，张二龙就发现1个月前有一条胡艳霞转给龚米天8000块钱的记录。哈哈，这足以说明你们关系不一般呐。张二龙气火上撞，立着眉毛瞪着眼睛，腾腾腾几步就跑到胡艳霞的近前，抬腿就是一脚踹在了她的后腰上。只听啊的一声尖叫，毫无防备的胡艳霞重重的趴倒在地。广场的地面都是石头铺的，硬得很呐。胡艳霞当时就被磕掉了2颗门牙，鼻子也破了，满脸都是鲜血，疼得她浑身僵硬，面部肌肉不停的抽搐。见女朋友被自己伤害成这副痛苦的样子，张二龙也傻眼了，在众人的帮助之下，将胡艳霞送到医院急救。医生给止了血，发现胡艳霞下体也出血了，看着就不是正常的血。一问才知道胡艳霞的例假已经过时了好多天，再一检查，结果是怀孕1个多月了，目前有流产的危险。张二龙一听，心中暗想，怀孕了？怎么就怀孕了呢？8成就是那龚米天兔崽子的吧？不行，我可不能当这种冤大头。于是呀，这张二龙一声不吭，竟然偷偷溜出医院，他回家去了。张二龙前脚刚跑，胡艳霞的父亲胡子刚闻讯赶到了医院。当知道事情的前后经过之后，胡子刚火冒三丈，追到了张二龙家里。见到张二龙被吓得缩成一团，直打哆嗦的怂样，胡子刚真想抬腿一脚踹他个仰面朝天。可胡子刚使劲攥着拳头，大拇脚趾头在鞋里边用力抠了抠地面，他忍住了。怎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武术教练，要是一伸手，面前这个张二龙就得被废了。张二龙，本来打人你就不对，是犯法的，还从医院溜走。说吧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说，艳霞肚子里的孩子大概不是我的，你不该找我，应该找你女儿问问清楚。放屁！我女儿我了解，她绝不是你说的那样。看来你就是个孬种，我不会把女儿交给你这种人的。但是你记住了，
说到这儿，胡子刚用手指着张二龙的鼻子：“我随时可以告你。”说这话，其实胡子刚也是给自己留了一点余地，他也不敢保证女儿肚子里就准是人家张二龙的孩子呀。3天后，胡艳霞在医院做了门牙修复，身体没有其他异常情况，便出院了。可在家待了没几天，下边忽然又流血了，送到医院，经过一番折腾，最后孩子还是没了。最为可惜的是，医生说因为伤害比较大，胡艳霞今后都很难再怀孕了。这对于胡子刚一家人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不行啊，看来必须得让那小子负责了。于是胡子刚一纸诉状就把张二龙告上了法庭。审理过程中传唤来了龚米天，龚米天一见法官就吓傻了，一五一十交代了他的所作所为。原来这家伙一直嫉妒好朋友张二龙，觉得就你张二龙长得那丑模样，还傻了吧唧的，凭什么就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而我就活该单身呢？于是他就经常偷偷骚扰胡艳霞。胡艳霞知道他跟张二龙是好朋友，不想因为自己让他们闹得不愉快，所以就一直想办法躲着龚米天，也没把这事儿告诉张二龙。有一回龚米天赌钱输了，一时着急，就开口向胡艳霞借钱。艳霞，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，以后我保证对你规规矩矩的。况且8000块钱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，3个月后我准还给你，求你了，帮帮忙。就这样，胡艳霞稀里糊涂的借给了龚米天8000块钱。借完钱的龚米天就不想再还了，可他也担心不还钱的话，迟早会被张二龙知道，到时候还是个麻烦。所以龚米天就想出了一个冤损闹坏的馊主意，故意找茬跟张二龙说自己占了胡艳霞的便宜，挑拨他们俩人吵架分手了的话，他就打算对胡艳霞永远赖账，不还那钱了。听完这些之后，张二龙肺都要气炸了，在法庭上蹦起来就要去打龚米天，被人给硬按在了椅子上。他恨透了，也悔透了，可后悔有什么用呢？张二龙因为故意伤害对他人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，被判入狱。龚米天因为主观故意挑唆他人矛盾，造成严重后果，也被判了有期徒刑。故事结束了，张二龙和龚米天是罪有应得，而姑娘胡艳霞一生都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，又有谁来为她负责呢？